如果说大洋彼岸的美军现在每天最在意什么，那么中美之间的军力对比以及如何对解放军占据并稳固优势，必然是美军现在日思夜想的头等大事。五角大楼刚刚公布了其2024财年的军费方案，从实际军费支出来看，同比去年上涨了260亿美元，涨幅约为 3.2%。在这一点上，显然不如我军新一年军费开支 7.2% 的涨幅。对此，我们可以确切地说，目前解放军发展速度确实是要领先于美军的。在发展速度上不占优势的美军，剩下的也就是只有冷战遗产带来的存量优势。假以时日之后快速发展的我军是完全有能力超越的。除此之外，关注新闻的朋友们肯定也都知道大概情况。最近这2天，美国国内经济那叫一个凋零败落呀，股市全线飘绿，银行一路暴雷。美联储猛踩油门，加息大戏已经把美国的银行逼上绝路，事到如今已经变成了不是美元爆炸就是银行爆炸的局面，反正总得炸一个啊！奉行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美联储最终依旧选择把银行们再次猛推一把，继续加息踩油门。那么美国经济目前的一连串暴雷问题对美军有影响吗？有。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武器与人员成本上升，以及美元购买力贬值。表面上看，美军军费涨了260亿美元，但依然跟不上美国国内的通胀速度，这就直接导致了美军军费实际上不降反增。账面数字看起来多了很多，但能办的事儿更少了。通胀对美军带来的影响是全方面的，包括美军的工资、武器建造维护成本以及下一代武器研发投入都将会全方位的暴涨。而美军作为美国的武装力量，并不能置身事外，只要美国经济出了问题，就必然会牵连到美军。美军2024财年薪水拨款上涨，武器采购量下降就是最好的证明。美元实际购买力贬值对美军各大军种来说都是老大难的问题。美国海军在新年度的2024财年仅仅获得了6艘舰艇的采购拨款，美国空军这边同样紧迫，所有的新机采购数量加起来也不过满打满算72架，就这个数量，别说是跟每年新机采购量都在3位数以上的解放军比了，甚至已经到了和靠穷出名的俄罗斯空天军同一水准的地步。当然，美国空军也不是意识不到自己问题所在，正在想办法加快解决问题。比如说，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就借着2024财年的军费预算提交审核的机会，发表了一些关于军费和未来发展的看法的演说。肯德尔认为，未来的美国空军应当减员增效，不再需要如今这么庞大的规模，尤其是战斗机部队。未来的美国空军将更加注重靠质量优势取胜，预计战斗机总数将会缩减到500架左右，其中200架将是最新锐的 NGAD6 代机，剩余300架是采用变循环发动机升级后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说到这里，可能有人问，美国空军这磕错药了呀，指望500架战斗机就能维持住美国的霸权，不武全球啊？显然不是的。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另有如意算盘要打。按照其透露的发展计划，美国空军下一步打算重点投资建设先进无人机，用无人机代替大部分有人机辅助战斗，进而确保下一阶段的美国空军在减员增效之后，依旧有维持住美国霸权、全球不武的能力。至于无人机的具体数字是多少，肯德尔表示，目前他的计划是1000架。这1000架无人机不是单独成军的，而是以2配1的方式平均分配给美军的有人战斗机。200架6代机各带2架，这就是400架，剩下600架交由300架 F-35A 指挥，刚好2配1分配完毕。总的来看，美国空军目前打的这个算盘挺好，500架有人战斗机加1000架高性能无人机，加起来1500架的总数量比美国空军目前的战术机队总规模还大。照这样看，实力好像上涨了啊，实则不然。前面我们说了，包括美国军种在内的美国各军种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装备研发和采购成本的火箭式上涨，已经严重失控。一个最为直接的例子就是美国空军的一架 MQ-9B 死神无人机的采购价已经来到了1亿美元一架的程度。此种无人机的同类型装备在中国叫攻击2，外贸型号翼龙2，裸机单价500万美元。美国人买一架的钱够中国买20架，美国的装备采购成本多失控，由此可见一斑。与之类似情况还有 F-35A， 美国空军2023年采购报价飙升到了 1.8亿美元一架，什么概念呢？空优性能可以把 F-35A 吊起来打的中国空军歼20隐身战斗机，其采购单价仅仅为1亿美元。没错，就和前面美国空军采购一架普通的插打一体无人机的价格相同。买啥都贵的美国空军，现在不只是有人战斗机买不起，无人机也一样。普通的插打一体无人机采购单价飙升到1亿美元啊！这要是能够和6代机联网作战的高性能无人机，其采购价必然会继续成倍上涨。
比 F-35A 还贵也不过是随随便便的事儿。今天美国空军买不起足够数量的 F-35A， 那又怎么敢说未来就买得起足够多的先进无人机呢？毕竟动动嘴皮子、打打主意、算盘珠子又不要成本。总的来说，如今美国空军因为通货膨胀、美元贬值、成本失控、项目管理无能等一大堆的麻烦，现有军费已经养不起4位数的机队了，总规模早已跌到3位数左右，在先进战术机队规模上已经被中国所超越。无视中国空军发展速度比美国更快的现实，还一厢情愿的指望未来用比 F-35更贵的先进无人机重回千机规模，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就是现如今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的美军所不具备的能力。所以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所说的500架有人机加1000架无人机吊打中国空军，占据数量质量双重优势的言论，各位听听就好，看个乐子就行，把这味当真显然是没有必要的。